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加班到晚上10点，想着赶紧回家补个觉，一进门我就愣住了，怎么没有人和我说婆婆和大姑姐他们过来了？弟妹，你回来了，快点来做饭，妈还饿着呢。大姑姐突然冲了过来，把我推进了厨房，要我说呀，做人家媳妇的就不能太懒。你看你，这都10点了还没回家了，太不像样子了。我加班，张莲是知道的，我心里有些不高兴，却还是碍着老公张莲的面子，笑着解释，要我说呀，咱们女人就该在家好好相夫教子，出去抛头露面的都不是正经女人。大姑姐顿时不乐意，你看我们村的那些个女人，哪个不是老老实实的在家里孝顺公婆照顾孩子？我们家张莲可是大学生，多少小姑娘排着队等着嫁呢，你跟着她过日子就等着享福吧。大姑姐一副我捡了大便宜的样子，我在心里冷笑，张莲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不假，可是就她的工资，这辈子也住不上市中心的这套房子。顾及着张莲，我不说话，看向姗姗来迟的张莲，那个姗姗，咱妈来了，你好好表现，给咱妈做些好吃的。张莲垂着头凄凄爱爱地说。我脸色一沉，张莲把头偏过去，不肯看我。大姑姐则教育张莲说，女人不能太惯着。张莲凄凄爱爱地说是。我被推进厨房，而婆婆他们吃着水果，还把果皮扔得满地都是，要我做饭是不是？做就做，谁在家不是个小宝贝？我慢慢悠悠，花了2个小时，终于把菜做完了。婆婆和大姑姐原本有些不高兴，可是看我做了一大桌子菜，露出几分得意。我就说嘛，女人不能惯着。婆婆高兴地说，也就是我们家莲子脾气好，要是换一个人啊，早就动手揍你了。是了，弟妹，我们做女人的要孝顺公婆，男人揍了也要忍着。大姑姐还想趁机多教训我几句，却被门铃声打断。听到门铃声，我顿时头疼，会在这个时候来别人家的只有……果然，进门的是哭丧着脸的二姑姐。妈，赵成他家暴我。二姑姐哭哭啼啼的，反了他。婆婆猛地拍桌子，气愤极了。莲子，还不给你二姐出头？走，去揍他！大姑姐冲着张莲喊道。那个，咱是斯文人。张莲弱弱的开口。再说了，二姐夫人高马大的，你这个赔钱货！不安好心，想害死你弟弟啊！张莲的话还没说完，婆婆就对着大姑姐一顿骂。妈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我也是太心疼小妹了。大姑姐讪讪的解释，又转过头看我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抓起瓜子继续嗑。莲子这么瘦弱，肯定不是赵成的对手，要是被打坏了怎么办？姗姗，我记得你弟弟是学体育的吧？你让你弟弟替你二姐出气。大姑姐看向我说，大姐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你刚刚还教育我，我们做女人的要孝顺公婆，男人揍了也要忍着。我把大姑姐的话原封不动地还给她。刚结婚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二姑姐所嫁非人。二姑姐的老公不只拿她的钱在外面找女人，还家暴。作为女性，我很是同情二姑姐的，还帮她搜集她老公出轨家暴的证据，帮助她离婚。结果我这边都准备好了，她反过来就和她老公甜甜蜜蜜了，还责怪我多管闲事。她老公也觉得是我挑拨他们夫妻关系，找人揍我。要不是那天我弟弟有事找我，恐怕出事的就是我了。婆婆知道后，还说我这个做弟媳妇儿的不安好心，不乐意让她闺女和女婿过好日子。后来每一次二姑姐回来哭诉她被老公家暴，我也懒得理了。
我可怕她老公再对我做什么。大姑姐也反应过来，这话是她刚刚说过的，顿时露出一丝尴尬之色。那个，我妹妹不一样，二姐是不一样，最有本事了，拿张莲的钱补贴自己老公的小三，这种事情我也是头一次见到。不过都是亲戚，二姐拿些钱也无所谓的，就是本来有更多钱可以用来孝顺妈的，如今却给了二姐夫。我一副理解的样子，听了我这话，婆婆立马不乐意了，问张莲给了二姑姐多少钱。一听二姑姐从我老公手里拿了20万了，顿时指着二姑姐大骂，还把老公的工资卡要走了，美名其曰当妈的替他保管，免得他宝贝儿子乱花钱。哇！二姑姐哭声更大了，我为她生了2个孩子，她怎么能这么对我？都是外面的狐狸精勾引她的。珊珊，你帮帮我，让你姐夫回来。你要是让我弟弟出头也行，可是你知道的，我弟弟是搞体育的，他下手没个轻重，到时候真出什么事，二姐你可就要守寡了。我冷笑着说道，你怎么能这么恶毒啊？我老公对我其实还是挺好的，他也不是经常打我的，都怪那个女人。二姑姐又开始说自己老公的好话。行了，赶紧吃饭吧。这下子连婆婆都受不了了，赶紧的打断她女儿的话，你要是要钱，那就赶紧给我滚出去。二姑姐恨恨地看着我，觉得都是我挑拨的，见没有人理她，自顾自地坐在角落里哭，一副受气包的模样。见依旧没有人理她，这才摔门离开。婆婆骂了一声晦气，往嘴里放了一块红烧肉，直接吐了出来，大口喝水。怎么这么咸？赵珊珊，你咸死我呀！大姑姐吃了口大虾，直接吐出来。生的，居然是生的！赵珊珊，你是故意的吧？咱妈和咱姐难得来一次，你居然这么糊弄！张莲生气了，妈，大姐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也没做过饭，不过我可以学，这些饭我重做。我委屈极了，红着眼睛看着张莲。是了，珊珊平时也不做饭，今天太晚了，你们也饿了，还是让大姐来吧。张莲看着我红了眼睛，有些心软地说道，大姐，我知道咱们女人就要做得一手好菜，是我不好。大姐，今天太晚了，咱妈也饿了，要不大姐你教教我。我笑着看着大姑姐，真是个废物。婆婆骂了我一句，然后看向大姑姐，赶紧去做饭，一个两个都要饿死我呀。大姑姐不情不愿地去了厨房，还把我拽了过去，指挥我做这做那的。在我第 N 次把盐当糖放了以后，大姑姐骂骂咧咧地把我推了出去。已经在单位吃过晚饭的我继续嗑起了瓜子，他们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？我埋怨地对张莲说，这是我妈和我姐，我家就是他们的家，回自己家还用说一声吗？张莲皱着眉头看着我，珊珊，做人不能太自私。对，老公，你说的对，做人不能太自私。我点了点头，张莲满意的笑了笑。10分钟后，我的和我弟媳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来了，怎么不和我说一声？张莲愣在那里。这是我弟，我家就是我弟家，回自己家还用说一声吗？老公，做人不能太私自。看到我弟弟和弟媳妇儿要过来住，婆婆和大姑姐顿时变了脸色。这可不一样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哪有嫁了人还和娘家弟弟住一起的？大姑姐赶忙说道，是了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哪有女人结了婚还占着娘家房子的道理？弟弟赶忙接口道，是了，哪有给女儿买房子的？姐呀，这房子可是我们的，没有房子我可不结婚。弟妹赶忙说道，你可不能抢你弟弟的房子，这房子不是你买的吗？你弟弟怎么好意思要？
张莲赶紧拉我到一边说：“这是我爸买的房子，你不是知道吗？”我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张莲：“那你不也出钱了？怎么能让你弟弟住？你家也太重男轻女了吧？”张莲很是不满：“我家重男轻女？谁家重男轻女会给女儿买房子啊？这里可是一线城市市中心，就我那几十万的存款，一辈子也住不上这里的房子。”我开口说道：“这是我的婚前房，你妈和你姐能过来住，我弟弟就不能过来呀。”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张莲见我生气了，语气缓和了几分：“咱们中国人还是要讲究传统的。珊珊，我一直觉得你和别的女孩不一样，是个传统的好姑娘，这才和你结婚的。你不能这么任性，听我一句劝。”张莲试图扑我，只可惜她的话还没说完，便被一阵吵闹声打断：“你个赔钱货，开什么空调？浪费电！你弟弟挣钱不容易，你怎么进了一趟城就学娇气了？也不知道和谁学的。”婆婆骂完大姑姐，意有所指地看向我。一向强势的大姑姐顿时没有了往日嚣张的气焰，唯唯诺诺地对着婆婆说道：“妈，我这是给你开的，这都快39度了，我怕你热。家里一共3间房，大姑姐选了大的一间客房住。”在婆婆骂骂咧咧的声音中，大姑姐关了空调，躺在床上。“大姐，你不去洗澡吗？”我问道。“洗什么澡？没听我妈说吗？我弟上班挣钱不容易，不能浪费水钱。”大姑姐冲我吼道。我理都没理大姑姐，直接进了浴室。“你给我回来！没听我说什么吗？这得花多少水钱啊？你们城里的姑娘就是娇气。”大姑姐追着我吼，回应大姑姐的是我的关门声。我哼着歌洗着澡，马上就要休息了。然而出来以后，却发现婆婆躺在我的床上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婆婆还没洗澡吧？你们这屋有空调，凉快。我家莲子上班挣钱辛苦，咱们做女人的体谅。婆婆皱着眉头看我，我看了看张莲，那个珊珊，我妈节省惯了，咱们做小辈的得体谅。这床大，挤一挤也就睡下了。张莲说完，就挨着他妈躺在了床中间。我怒了，刚要吼，就被我弟弟打断了。“姐夫挣钱不容易，你得体谅。”弟弟说完，看着弟媳妇儿：“你快点儿的。”弟媳妇儿笑盈盈地抱了客房的被子和枕头，放在了我的位置。弟弟直接躺在了我老公身边，把我老公和婆婆往外挤了挤。“咱不能浪费电费。”弟弟说着，又猛地往中间一挤，婆婆差点被挤掉。“媳妇，你们女人就别要空调了，今晚你就和姐一起睡客房。”“是了，咱们女人要什么空调啊？这空调自然是留给他们男的。”弟媳妇儿说完，趁着我老公和婆婆没反应过来，就拉着我走了。今晚终于不用和她一起睡了。弟媳妇儿高兴地往床上一躺，我打开空调，躺在弟媳妇儿身边。我这弟弟睡觉最是不老实的了，估计弟媳妇儿早就不乐意和弟弟睡一张床了。果然，到了半夜，先是砰砰2声重物落地的声音，接着便传来一阵鬼哭狼嚎。“啊，摔死我了！谁呀？压到我了！放开！你放开我！滚呐！开门！快开门！谁把门反锁了？”我掏了掏耳朵，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钥匙，我只不过一不小心将主卧的门反锁了而已。可是这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只是一个不配用空调的可怜女人。我翻了个身，继续睡觉。旁边的弟媳妇儿也翻了个身，眼睛都没睁开一下。第二天睡到12点才醒来。我把主卧的房门打开了，“不好意思，昨晚习惯性反锁了。”我面无表情地道歉。卧室内，我婆婆躺在地上，额头上青了好几块，而我老公、我弟弟闭着眼睛。
宛若八爪鱼一般抱着我的老公，嘴里还嘟囔着：媳妇，我要亲亲。我掩面，小时候我这弟弟睡觉不老实，总是喜欢把人踹下去，没想到长大后又多了这癖好。弟媳妇面无表情地走了过去，拽着弟弟的耳朵：媳妇，我错了。弟弟一个机灵就坐了起来，眼睛还没睁开，就死死地抱住我老公，狠狠地亲了一口。媳妇，香香。弟弟闭着眼睛抱着我老公，幸福地笑着。被弟弟抱在怀里的老公神色扭曲：你看清楚我是谁？被弟弟紧抱着的张莲终于能开口说话了：啊，你怎么出现在我的床上？弟弟嘶吼一声，一脚把我老公踹了下去，赶忙用被子挡着身子，急匆匆地对着弟媳妇儿解释：媳妇，你相信我，我是清白的，我把他当做你了。我说的，怎么抱着这么硬，害得我频频做噩梦。而被踹下的张莲又一次砸在了我婆婆的身上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我小跑过去，一不小心踩了我婆婆的大腿，还抬脚将我老公踹到了一边。我紧张地扶起婆婆，毫不客气地指责我老公：老公，你看你把妈砸的呀！啊，踩死我了！赵珊珊，我让我儿子休了你！婆婆冲我吼道：做女人就是要传统一些的。姐，你婆婆都要休了你了，你还不乖乖地离开？弟媳妇儿站在一边笑着说：是该传统一些的。哎，就可惜了，这300多平的复式大房子只有我一个人住了，好孤单啊！我假模假样地说：姐，你怎么会孤单？我们陪着你一起住。弟媳妇儿搂住我，讨好地笑了笑：珊珊，我妈开玩笑呢，你怎么这么小气，连玩笑都开不得？张莲一副对我失望至极的样子。妈和大姐昨天还教育我要讲究传统的，妈说要休了我，我只能顺从啊。我假意委屈：珊珊啊，妈是开玩笑的。婆婆不情愿地说着：谁让她舍不得这套房子呢？我掏了掏耳朵，正要说什么，就听见门铃响了。只见我婆婆立马站起来，一瘸一拐地去开门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一大群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拖着行李箱走了进来。莲娃子，你在城里的日子不错呀，这是赚了大钱了。进来的老头不客气地往沙发上一坐，左摸摸，右碰碰，沙发上瞬间留下一个黑印子。我的脸瞬间黑了。这沙发可5万呢。我冷笑着说：5万块，抢钱啊！有这钱给我买点小酒喝。要我说呀，你们城里人就是瞎讲究。老头说完还又往上面蹭了蹭，这才叫烟火气息。我这是给你们家增添人气。是了，莲娃媳妇，你这是看不起谁呀？城里的姑娘果然娇气，一个老太太也帮腔。三表叔，没有的事儿，你们来了，我和珊珊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张莲这个时候扶着腰走了出来，笑着对这老头子赔罪，还把我拉走。赵珊珊，我知道你爸妈有钱，可是有钱也不能瞧不起人。你爸妈在城里享受，我妈他们在农村受着苦，好不容易来了一回，你就摆脸色给谁看呢？农村来的我不是没见过，我爸妈也是农村出来的，白手起家才有了这产业。小时候我也时常去农村玩，我印象中的农村虽然穷了一些，然而却淳朴善良，讲究卫生，可不像他们这一家子。那你自己买房让你爸妈住，你爱接多少个人就接多少个人来住，我不管，但是别住我家的房子。你爸妈穷也不是我和我爸妈造成的。我冷笑，结婚前我以为你是个懂事孝顺的，这才和你结婚，没想到你居然这般市侩。张莲叹了口气，满眼失望地看着我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结婚前我以为你是个才华横溢有抱负的，
能你靠自己让我和你妈过上好日子，这才和你结婚。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无能。我也叹了口气，满眼失望地看着张莲。你太令我失望了。我，张莲涨红了脸，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莲子啊，你表叔他们难得过来，快点开车带他们四处逛逛。来了。张莲立马应了一声，又转过头对我警告道：一会儿出去，你可得好好表现，不能让人家觉得你没礼貌。今天是我妹妹的忌日，我没空，你妹妹哪天不能拜祭啊？我表叔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快点儿，别给我丢脸。张莲看都没看我一眼，我握紧了拳头，想给张莲一拳，却被弟媳妇儿一把拉住。大姐，再等等，就快了。弟媳妇儿在我耳边低声说道。张莲开着家里的面包车，花了2个小时，带着这群人在市区里转了又转，最后停在了一家5星级餐厅面前。餐厅里，二姑姐坐在餐桌前等着我们，这红光满面的样子，根本就不像昨晚刚哭过的样子。我看了看张莲，都是亲戚，自然要叫过来一起的。张莲看着我，红着脸解释：二姑姐住在隔壁市，动车也就1个多小时。餐厅里，张莲她表叔点了整整2桌子菜，遇到好吃的，他们就掏出袋子装起来。旁边的客人频频看向这里，却到底因为涵养没说什么。这个好吃，拿回去给大孙子吃。表叔大声喊道：这个带回去给老公吃，我老公上班辛苦。二姑姐也拿出了袋子，不甘示弱地说：这个好吃，拿回去给二孙子吃，可惜俩娃要上学，不能带他们。表叔，你慢点儿，给我老公留点儿。二姑姐不乐意了：我拿点东西吃怎么了？你一个赔钱货在这儿闹腾什么？表叔拍着桌子大吼：你们欺负我，我弟弟请客，我为什么不能带呀？二姑姐红了眼睛，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。没事儿，莲子有钱，再点一些，再点一些。婆婆赶紧打圆场：是了，表叔、二姐，你们别争，不够了再点。张莲也赶忙说，还让服务员拿酒，给表叔又倒了一杯。是了，莲子是大学生，有钱。莲子媳妇，你跟着我们家莲子可是享福了，不说我们村的，就是城里的小姑娘都排着队嫁给我家莲子的。之前有个叫什么的来着，青青还是晴晴来着，哭着要嫁给我家莲子，听说还是大老板的女儿呢。要不是他家破产了，还轮不到你嫁给莲娃呢。表叔醉醺醺地说：是了，其实当初我就不同意你们2个结婚，城里的小姑娘太娇气，还不懂得孝顺公婆，要不是莲子执意要娶你，我肯定不同意你进门的。婆婆也很是得意，还和表叔炫耀道：这城里的小姑娘就是廉价，不要彩礼倒贴我家莲子呢。这城里的女孩子就是瞎讲究，要我说呀，女孩子就是不能读太多书，书读多了都不懂传统了。莲子媳妇，你以后可得好好侍奉婆婆，别抛头露面了。我不上班哪有钱啊？我委屈道：我家莲子还养不起你，我家莲子可是大学生。婆婆骄傲地说。我在心里冷笑，说的好像谁不是大学生似的。听我的，珊珊，明天就把工作辞了。婆婆替我做了决定。我看向张莲：珊珊，你听咱妈的，把工作辞了，以后我养你，张莲养我。我垂着头，沉默不语，心里面却在算这一桌菜到底要几万，张莲能不能负担得起。等到结账的时候，表叔一家子都不动，拿了张莲工资卡的婆婆也不动。张莲看了看自己空空的钱包，又看了看我，我也没动。珊珊，张莲低声叫我：你的工资卡不在妈那里吗？找妈呀。我说道：
事实上，就算是张莲的工资卡在自己手里，他也未必能付得起张莲的工资。偶尔一次在这么贵的餐厅吃饭，还是负担得起的。然而，架不住张莲有一大家子要养活。今日这个亲戚家的老人病了要看病，明天那个亲戚家的孩子要读书，他都全包了。就连他二姐夫养小三的钱，他也包了。珊珊，我表叔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该你表现表现了。张莲退了退我，低声说道：“是了，表叔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这钱肯定不能让表叔出。老公，你快去付款。”我立即笑盈盈地说：“我陪表叔再坐一坐，你去结账，我的还不是你的。”张莲说道：“老公，你不是说你养我吗？你不会连这点钱都付不起吧？你可是大学生啊，你不会不想请表叔吃饭找借口吧？”我故意露出惊讶的神色，声音吵得全场都能听见，所有人都看向张莲。张莲一下子窘迫极了。先生，请您付款。服务员礼貌微笑，神色却极为警惕，这让本就好面子的张莲觉得极为尴尬。莲子，你该不会有了钱就瞧不起表叔，故意不付款吧？表叔皱着眉头，猛地一拍桌子：“哪有？我这就去付，你们误会了。我年薪50万，还付不起一顿饭钱。”张莲故作镇定地说：“是了，我儿子年薪50万呢，还付不起一顿饭钱吗？”婆婆高傲地仰起头，大声地说：“扑哧，才50万呢，扣了税也不知道剩多少了。”旁边有人忍不住嘲笑道：“能来这里消费的，非富即贵，自然不会将50万看在眼里。你瞧不起谁呀？”婆婆一向以养出了个大学生儿子为荣，可不允许别人说她宝贝儿子什么。妈，他光手腕上的手表就50万。我慢悠悠地开口，婆婆的气焰一下子就下去了。一个女的戴这么贵的手表，说不定是干什么不正当的职业呢。婆婆嘀咕道：“妈，这位我知道，经常上财经杂志，听说他手底下有一个专业的律师团队，打官司就没输过。他要是告你诽谤，你能把牢底坐穿。”我凉凉地说。婆婆瞪了我一眼，却再也不敢说什么了。这位女士说得不错，我确实要告你诽谤。代表的女士慢悠悠地说。这回婆婆彻底吓到了，连着道歉，人家才不再追究。张莲说是去付款，却半天没回来，不知道去哪里借钱去了，也不知道把工资卡给了婆婆。张莲还怎么还这个债？莲子媳妇，这是你弟弟媳妇吧？听说是个医生。表叔咳嗽2声，然后看向我弟媳妇儿。我警惕起来，知道这是要进入正题了。你表叔腿疼，明天让你弟媳妇儿带着你表叔好好检查，挂个专家号什么的。婆婆说完，看着一边的弟媳妇儿，弟媳妇儿继续吃饭，假装没听见。我弟妹是精神科的医生，看不了腿，要去就医自己挂号。我不咸不淡地说道。表叔听了，生气了，说我们看不起农村人。婆婆的面子也挂不住，你要是不带你表叔好好看看病，我让莲子休了你。婆婆小声威胁。那好啊，离婚后你们都从我的婚前房滚出去，法律保护婚前财产，离婚了张莲1分钱也拿不到。我毫不客气地说。婆婆听了，突然坐在地上撒泼。你们看看呐，我这儿媳妇不孝顺，病了都不肯带我去医院，真是有了媳妇忘了娘啊。妈，我弟妹是医生，更不能徇私了。你们若是病了，我给你们挂号，可是你不能让我弟妹给你们走后门呐。和爱医院的专家号一共就那么几个，自然是要给有需要的人。你们这种小病，随便一个医生就可以看的。我也委屈起来，我是医生，我要公平对待每一个病人，不能徇私。弟媳妇儿一脸正义。
和爱医院的专家号本就难求，一听到有人要走后门，周围的食客顿时对婆婆指指点点的。你们看不起农村人，还不把我们当做一家人了？婆婆躺在地上撒泼，我命苦啊！儿媳妇不孝顺啊！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！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不管我们说什么，我这婆婆都会说我们看不起农村人。弟媳见状，故意露出无措的样子，上前去扶我婆婆：“你起来说话，今天你若是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了。”我婆婆一边哭一边挣脱我弟媳妇儿的搀扶，这么一挣，猛地把弟媳妇儿推倒。我正巧在弟媳妇儿后面，给弟妹做了垫背。疼，我肚子好疼啊！弟妹哀嚎：“啊，我脚崴了！”我哀嚎：“弟妹，你多长时间没来月经了？该不会……”我瘸着腿，露出一副惊讶之色：“老妖婆，你还我的孩子！我的孩子若是有什么事，我饶不了你！”弟弟拽住婆婆的衣领子：“这和我没关系，是她自己摔倒的。”婆婆慌了：“妈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这是要让人断子绝孙啊！”一向把夫家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二姑姐也埋怨起婆婆了：“报警！我要报警！你赔我孩子！”弟弟叫了起来：“我的儿子就这么没了，这是要我的命啊！你们这是要断我香火呀！”那个断人香火确实不应该，不过这是莲子妈推的，和我们没关系，我们还要看病，先走了。表叔丢下这么一句话，赶忙离开了。匆匆赶回来的张莲懵了，等弄清楚原因，张莲求助地看向我：“珊珊，都是一家人，这事就算了吧。我可怜的大侄子啊！”我和弟媳妇儿抱在一起哭。最后警察来了，弟弟坚决不同意私了。婆婆和张莲只得陪着弟媳妇儿和我看了病。弟妹没有怀孕，只是月经不调，而我脚崴了，需要在家里静养。想着到底亲戚一场，弟弟也就算了。在警察的见证下，婆婆不情不愿地拿出张莲的银行卡付医药费，还生儿子呢。我呸，就是个不下蛋的母鸡。婆婆冲着弟妹呸了一口：“我改主意了，警察同志，我老婆虽然没有怀孕，但是到底受了伤，除了医药费，我要让她赔精神损失费。”我弟弟立马对着警察说道：“那个都是亲戚，听到赔钱。”我婆婆的气焰立马消了下来，阴着进了一趟警察局。婆婆今晚没有作妖，乖乖的和大姑姐一起住。临睡前，弟弟让我出来一下：“姐，你帮我吧，我赌博欠债了，你把这房子卖了替我还债吧。我发誓我再也不赌了。”姐，你就我这么一个弟弟。回到卧房，我沉默。怎么了，老婆？张莲问我。我要把这房子卖了，给我弟弟还债。我想了想，还是说实话。你爸妈不是有好几套房子吗？张莲一惊。我弟弟赌博，家里的几套房子都卖了还债了。我爸的公司也宣布破产了。我叹了口气：“老公，我弟弟不就是你弟弟吗？我弟弟结婚不能没有房子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把这房子卖了给我弟弟还债，剩下的钱再在郊区买一套房子给我弟弟结婚用。”不行，把房子给你弟弟，我们怎么办？张莲反对。今天表叔不还说了吗？咱们要讲究传统，哪有结婚住女方的房子的？你想住大房子，你去赚钱啊！赵珊珊，结婚前我以为你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，没想到你这么拜金啊！张莲顿时生气了。我拜金？张莲，咱俩结婚我没要一分彩礼，我要是拜金，我图你什么？图你妈没社保负担重，图你姐姐离婚还要靠你养，图你没有房子。再说了，这是我的婚前财产，你无权处置。我生气地说：“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你要是不同意，我们就离婚，反正这是我的婚前财产，
离婚了，你一分钱都拿不到。珊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张莲见我要离婚，立马软了下来。我也是怕把钱给了你弟弟，你弟弟又拿去赌博了。都说赌博这种东西一沾上就戒不了了。没事儿，这钱我给弟媳妇儿，我毫不在意。你就不怕你弟媳妇儿拿了钱跑了呀？我这不也是为咱弟弟着想吗？老公见扑不了我，就换了策略。我弟媳妇答应生孩子了，正在备孕呢。这女人啊，有了孩子就跑不掉了。我说完也不理张莲，开始打电话问中介关于卖房的事情。因着脚崴了，我请假在家，正好方便买家看房。每次有人来看房，我婆婆就闹，不过没关系，这房子比市价低，还是有人愿意买的。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把钱打到弟弟卡上。每一次有人来看房，弟弟和弟媳妇儿都热情招待。婆婆要是在家门口撒泼，我就闹离婚。弟媳妇儿更是在家门口哭诉婆婆要霸占儿媳妇的婚前财产。按照弟媳妇儿的话，只要比婆婆更不要脸，就天下无敌。比不要脸，婆婆比不过我弟媳妇儿。讲道理，她更得不到我的婚前财产。于是婆婆给我下药。第二天，我起床，脑袋还昏沉沉的，差点一脚踩空。看了看楼梯上的油，还好我没踩到。我拿抹布擦，却在镜中看到了拿着刀冲过来的婆婆。你这个扫把星，你死了，房子就是我儿子的了，你给我去死！我猛地抓住婆婆的手，反手刺了过去，婆婆倒在地上，而我立马报警打叫救护车。婆婆抢救无效，死亡了。家里按了监控，证明是婆婆要杀我，我只是正当防卫。监控里，婆婆和大姑姐合谋害我。大姑姐给我的水里下了迷药，在楼梯上撒了油，而婆婆则躲在暗处观察。见我没中招，婆婆这才用刀刺我的。我只是正当防卫。我无奈地说道：“家里怎么可能有监控？”张莲愣住了。我是真心爱你的，我们都说好了，要一个孩子。我爸妈身体不好，怀孕以后我需要人照顾，只能请保姆。保姆杀人可不是什么新鲜事，家里自然要安监控啊。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你什么时候操心了？还不是我在安排。我委屈极了。那你就能杀我妈吗？张莲吼道：“我这是正当防卫。再说了，那个时候我被下药了，脑袋不清醒。你防卫过当，我妈一把年纪了，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。你把我妈手里的刀夺走就好了。”大姑姐愤怒地说：“我被下了药，本来就没力气，更何况我脚还崴了，怎么可能是你妈的对手？那种情况我只能随便一次，谁知道那个位置是心脏啊！”我委屈极了。警察同志，我的腿就是被他妈推的时候崴了，我报过警的，你们应该有出警记录。最终，我算是正当防卫，无罪释放。而大姑姐却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关在了监狱。珊珊，我知道你杀我妈不是有意的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和你计较了。不过，我姐姐还在监狱里呢，你写谅解书吧。你姐姐要杀我呀！我不敢置信地看着张莲，你不是没事吗？我姐姐却在监狱里。还有，这套房子你卖了重新买一套吧。我妈在这里没了，我看着难受。我顿时明白，张莲原来在算计这套房子，想把我的婚前房变为婚后房。这不可能，这房子是要卖了给我弟弟还债的。你不答应我就和你离婚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怀孕了。赵珊珊，离了婚还带着孩子的女人没有人要的，你不能这么恶毒，让孩子出生在单亲家庭，到时候孩子会被人笑话的。张莲一副为了我好的样子，我妥协了。谁让我有了孩子呢？有了孩子，
我就有了软肋。张莲每日扑我，而我则为了孩子忍气吞声。我辞了工作，专心做起了全职太太。怀着孕的我每天给张莲做各种好吃的，还和弟弟断绝来往。似乎被我感动了，张莲对我更好了，每天都按时回家。珊珊，珊珊！张莲大叫：“怎么了？”我裹着浴巾从浴室出来。刚刚是不是你？我说了，我不喜欢红色的衣服。张莲大发雷霆：“什么呀？张莲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讨厌红色。咱俩认识这么久了，我什么时候穿过红色？”我说道：“真的不是你。”张莲怀孕地看着我：“我骗你做什么？莫名其妙。”打这儿以后，张莲噩梦连连。琴琴，不要啊！张莲又一次从噩梦中惊醒。我柔声安慰张莲，做好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张莲惊恐地看着床边，哪有什么人啊？你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不是我，我没杀你，是你自己跳下去的。你已经死了，不要再来纠缠我。对，你死了，你已经死了。张莲说着起身，从枕头底下拿起菜刀冲了出去。我赶忙追了出去。我的老公疯了，我亲手将他送进精神病医院。墓地前，我和弟媳妇儿拿着白菊花站在那里，墓碑上写着爱女赵琴琴之墓，上面还贴着一个红衣女孩的照片。琴琴，我们终于替你报仇了。一番外，我叫赵珊珊，有一个妹妹叫赵琴琴。琴琴出生的时候，爸爸已经是大老板了，因此对琴琴格外宠溺。然而，我这个被宠大的妹妹却一点大小姐脾气都没有，反而十分单纯。琴琴胆小单纯，身体又不好，我和弟弟都十分疼爱她。大学的时候，琴琴恋爱了，男朋友是个凤凰男，爸爸不喜欢这个凤凰男，还逼琴琴分手。素来软弱的琴琴却在这件事情上极为坚持。爸爸没办法，告诉琴琴，让她和那个凤凰男说家里破产了，若是凤凰男还愿意娶她，爸爸就同意他们的婚事。果然，那个凤凰男和琴琴分手了，琴琴跳楼了，肚子里还有一个不足3个月的孩子。爸妈因此重病不起，不愿意留在这个伤心的，回老家养身体去了。于是我出现在了张莲他们公司。我是一个刚毕业不谙世事的大学生，我总是在张莲面前不经意间地拿出名牌包包和豪车钥匙。张莲开始追我了，还扑我。我是个容易哄骗的大学生，很快便和张莲结婚了。我在等张莲落入我陷阱的时候，很快张莲那个贪婪的母亲来了。我知道，若不是她在背后给张莲出主意，让张莲扑琴琴，琴琴也不会死。张莲的表叔来了，还要四处乱逛。趁着这一天，我让人安了监控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故意激怒婆婆，婆婆果然中计了。我的脚崴了，这样婆婆才能更放心地对付我，而出警记录则帮了我。我故意说要卖房子，并且1分钱都不会给张莲。张莲的母亲很快对我动了杀心，我正当防卫，杀死了张莲的母亲。他们都不知道，我从小和弟弟学武术，弟弟都不是我的对手。毕竟，女孩子还是要会一些东西防身的。我假装怀孕，为了孩子妥协讨好张莲，还给张莲的饭菜中放了一点点东西。谁让我的弟媳妇儿是精神科的医生呢？我让弟媳妇儿假扮死去的妹妹。终于，张莲疯了。作为张莲的妻子，我有权把她送到精神病医院。她这一辈子都别想再出来了。二姑姐拿着婆婆的遗产，高兴地过自己的日子，才不管自己的哥哥呢。几年后，大姑姐出狱了，想将张莲接出来。大姑姐倒不是什么骨肉亲情，而是为了张莲名下的夫妻共同财产。然而，
二姑姐为了不让老公和她离婚，骗了我大姑姐，把她卖到山区。二姑姐拿着卖了自己的姐姐的钱去讨好老公和老公的小三，最终被渣男家暴而亡。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报应，却可怜了我的妹妹琴琴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：错换之子。婚姻10年的我，面对丈夫的白月光与真假儿子，又被叫家长了。我郁闷地在内心吐槽，心想白齐轩这熊孩子真是不让我省心，今晚肯定逃不过一顿皮带肉丝。刚准备进入小学门口，我猛地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影，是李轩，白桦的前女友。她怎么会在这？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默默地走在他身后，并不想去理会他。可直到我看见他进入了我儿子班主任的办公室，我皱了皱眉头。他来这干嘛？怀着疑惑的心情，我也打开办公室的门，走了进去。李轩看见我，好像一点也不惊讶，坐在沙发上，轻飘飘的眼神中带着从容。我转过头，看见白齐轩早已坐在李轩旁边的沙发上等着，虽然看起来鼻青脸肿的，但看见我来了，把头一昂，气势十足，非常得意。他身旁还站着一个小男孩，面容看着很是可爱，只是身上的伤看着明显比白齐轩更重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。但这个孩子也没哭，只是撅着脸不服输地看着李轩。李轩的表情淡淡，眼底似乎藏着一丝厌恶。难道这是李轩的儿子？他什么时候成家的？我内心有些淡淡的疑惑。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个男孩，李轩的儿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他身上的伤，我心里竟冒出些心疼。白齐轩这小屁孩下手还挺狠，回去以后真得好好教育他了，别以后成了什么暴力分子。班主任见到我也来了，笑眯眯地让我坐下。既然2位家长都来了，那这件事情咱们就好好协商一下。小孩子打架很常见，不是什么大事。说着，老师看着李轩问道：“白齐轩妈妈，是白齐轩先动的手，不如让他先道个歉。”我的脸上简直要冒出问号。老师，我才是白齐轩妈妈。老师一脸惊讶，他来回地扫视着我和李轩，又看了看白齐轩，很快笑着道歉：“太不好意思了，齐轩妈妈。”我摇摇头表示没关系，李轩却捂着嘴看着我笑，说不上那是什么眼神，似乎有些得意。我不知道他在得意什么。被认成曾经情敌儿子的妈妈是一件很令人骄傲的事情吗？老师又喊李轩：“那您就是李悔妈妈了吧？”李轩垂下嘴角，不耐烦地嗯了一声。我心里却有些奇怪，李轩这个女人怎么给儿子起了这么个名字？李悔，多晦气啊！但想再多也没用，别人的儿子哪是我能管的？我横了一眼白齐轩这小子，开口问道：“说，为什么跟别人打架？”白齐轩瞪大了眼睛，气势汹汹道：“我就是要打他，他拿我的玩具不还给我，还弄坏了我的玩具，我凭什么不能打他？”一旁的李悔却猛地抬头，却不是跟老师辩解，而是看向李轩，小心翼翼地拉着李轩的衣袖，着急地说道：“我没有不还他的玩具，他说好了要借给我玩1天，可是又突然要拿回去。我太着急了，不小心把玩具摔坏了。妈妈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越说，这孩子的声音越低，到最后似乎整个人都有些颤抖。他似乎很害怕李轩。我皱了皱眉头：“白齐轩，就因为这种小事你就打人家？明明是你自己先不遵守约定的。”白齐轩在沙发上猛地跳起来，已经远超正常小孩体重的他身上的肉随着动作一颤一颤的。他就是该打。我自己的东西，我想什么时候收回来就什么时候收回来。我正耐不住脾气要收拾他，
一旁的李轩却一反常态，和颜悦色地附和白齐轩道：“齐轩说得对，我们自己的东西当然想什么时候收回来就什么时候收回来了呀。阿姨不怪你。”说完，他耐人寻味地瞥了我一眼，嘴角弯起。而他身旁的李悔早已低下头一动不动，看有人附和他，白齐轩更来劲了，开始用鼻尖看着李悔，嚷嚷道：“再说了，这种穷鬼，打了就打了。”一听这话，我几乎是瞬间站起身，立刻给了白齐轩响亮的一巴掌。白齐轩愣住了，李轩也愣住了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白齐轩反应过来，开始大哭大闹，吵得所有人头疼。哇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又不是我错了，我要回去告诉爸爸，叫爸爸打你，我才不要你这样讨厌的妈妈！我正要开口训斥，李轩却呵斥我道：“季连连，你动手打孩子干什么？小朋友胡闹你也胡闹，你几岁了，还不快给齐轩道歉！”我几乎要被气笑了。我说：“李轩，你谁呀？我教训我儿子要你管！”李轩被我一噎，神色愤恨地盯着我，脸上似乎有些不甘心。他用力拧了一把身旁李悔的胳膊，声音厌恶：“还站着干什么？打了人家齐轩不知道去道歉吗？废物一个！我养你有什么用？”我冷冷地看着他，真心怀疑李悔这孩子是不是他从别人家偷来的。李悔走到我跟前，弯腰给我鞠了个躬，声音听着小心翼翼：“对不起，阿姨，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强行拿白齐轩的玩具的，也不应该打他，请你原谅我。”我急忙摸了摸这孩子的头：“没事的，孩子，不要自责。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白齐轩这小子的错，阿姨回去一定会教训他的。阿姨替他给你道歉了哈。”他似乎有些受宠若惊，抬起含泪的双眼，呆呆地看着我。看着他熟悉的眉眼，我心里猛地一震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这时班主任笑呵呵地打圆场道：“既然都道过歉了，那就各回各家，各找个妈吧，都去医院看看，上点药。”我和李轩朝老师道过谢，李轩就拉着李悔的胳膊匆忙出了门。我也正打算带白齐轩回家，老师却有些试探性地问我道：“齐轩妈妈，您跟李悔妈妈是有血缘关系吗？”“没有啊，怎么了？”我不解地看着老师，这应该是个人都能看出来我跟李轩毫无血缘关系吧？“没事，没事，就是感觉李悔妈妈长得跟齐轩有点像。”“嗨，大概我眼花了。”老师讪讪地说道。我却有些神情不属，原来连老师也注意到了。白齐轩这孩子越长大越和我不像，反而越像一个我和白桦都不想提及的人。我垂下眼眸，看见李轩坐过的沙发上掉落了几根头发，鬼使神差的，我趁老师不注意，拿起那几根发丝，放进了包里，带着嚎哭不止的白齐轩回到家。白桦也早就下班回来了，他惊讶地问我怎么了，我没有回他。结婚后，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他一遍。已经是而立之年的男人，看着还是很俊朗，坐在那里举手投足间都是沉稳的气质。我垂下眼，扯了扯嘴角，一旁的白齐轩忍不住扑倒白桦怀里告状：“坏妈妈，爸爸你要教训这个坏妈妈。”白桦哄着他停止哭泣，又听他抽抽噎噎地讲述了前因后果，不由得哭笑不得。不过当听到我在众人面前甩了白齐轩一巴掌的时候，还是眉头一皱，看着我语气无奈：“老婆，你也真是的，在那么多人面前，好歹给小轩留一点面子啊！”我冷笑出声：“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？这个暂且不提。白桦，我问你，你知道李轩什么时候结婚了吗？他的儿子为什么会和小轩一个小学？”听了我的话，白桦的脸色淡淡，看不出表情，只是眼中似乎闪过一抹莫名的情绪。“我不知道，
我也不关心，简短的一句话，说完他似乎不想在这个话题上跟我多做纠缠，哄着白齐轩去洗澡了。说实话，他的话并没有让我安心多少。女人对于第三者，总是有着别样的直觉。我偷偷看向包里藏着的发丝，其实白桦一开始是不情不愿娶我的。他和李轩是初恋，感情深厚，爱得轰轰烈烈。可现实是他的父母并不满意李轩这个单亲家庭的女儿，更遑论李轩的父亲还因为一些事情在坐牢。于是他被安排了相亲，和我，当地最大地产商老板的女儿。我对白桦一见钟情，却也不愿意为难她。是白桦自己在某一天提出要和我结婚，我被这个惊喜冲昏了头脑，从来没想过白桦为什么突然想和我结婚。婚后的生活一开始，他对我非常的冷淡，几乎可以说是对我这个人视若无睹。直到婚后第2年，我有了白齐轩，他才慢慢的对我和颜悦色起来。到了现在，几乎可以说是100%顺了。我也就以为他已经彻底接纳了我，我还是融化了他这块顽固的冰。可深夜睡在他身旁，我却能感觉到他久违的失眠了。是因为白天我提到了李轩吗？他的初恋白月光，所以即便表面上看着淡然，可其实内心的情绪还是被牵引了。明明睡在一张床上，可我却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无比遥远。同床异梦，想着白天老师的话，我抿抿唇，还是按捺不住。趁他终于熟睡后，连着毛囊弄下了他的几根发丝。第2天一早，把白齐轩送到小学后，我便开着自己的大牛去了司法鉴定机构。来到大门口，我握紧了手中的包，内心忐忑却坚定。出了大门口，我长长舒了口气，结果要5、6天才能出来。我心里突然有些好笑，觉得自己真是有些多心，就因为老师一句不痛不痒的话，不相信自己亲生的孩子，跑过来做亲子鉴定。叹口气，我打开手机，正巧白桦给我发了条消息，告诉我他今天会早下班，所以他去接白齐轩放学。我回了他一个好，想了想却觉得自己也去吧。白齐轩这小屁孩肯定心里还记恨着我昨天打他的那一巴掌呢。而且我也想看看李悔那孩子，一想到他，想到他身上的那些青青紫紫，我心里便不自觉地有些抽疼。也不知道李轩那个狠毒的女人有没有给他上药。于是我买了一些白齐轩喜欢的零嘴，还有一些药和限量版的乐高，驱车去了小学门口，等着他们放学。因为大牛太显眼了，有炫富嫌疑，我便把车停在了稍远的路口，自己走到学校旁边的一家奶茶店，边喝奶茶边等放学。没多久，放学铃声响起，很快就有小朋友们笑着闹着跑出大门口，奔向他们的家长。我在店里微笑地看着他们，突然我看见学校的大门口站了2个熟悉的人，白桦和李轩。我使劲揉了揉眼睛，生怕自己看错了，可确实是他们，这2个最不应该在一起出现的人。李轩今天穿着一袭纯白的连衣裙，岁月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什么痕迹，她看起来依旧貌美。她领着低头看不清表情的李悔，正和白桦说说笑笑。白桦虽然看上去一副不咸不淡的样子，可我却注意到她今天心情很不错。烈日当空，她绅士地给李轩撑着伞，她从来没有给我撑过伞。不管是大雨天还是大热天，李轩不知道说到了什么，似乎都要哭出来了。白桦的神情一下子温柔了下来，掏出纸巾，细心地为李轩擦着泪。周围的家长羡慕地看着他们，白桦又安慰似的拍拍李轩的背，低头靠近他的耳侧，轻轻说着什么。李轩立刻含着泪点头，
最后，白桦带着李轩母子来到他的车前，他好像犹豫了一瞬，随即又果断地拉开了副驾驶的车门。李轩勾起嘴角，一派坦然地坐了进去。李悔自己打开车门，慢慢地爬到了车里面。明明是炎炎的3伏天，我却透心凉。手机叮咚一声提醒我来了新消息，我木木地打开一看，就在刚才，白桦给我发来了新消息：老婆，公司临时有急事，我接不了小轩了，你去接一下吧。我看了这条消息很久，直到白桦的车已经慢慢发动要走了，才面无表情地回了一个好。接着，我打电话给了家里的保姆阿姨，喂，阿姨，我和白桦今天都有点急事，麻烦您接一下小轩。随着阿姨的应和声，我挂断了电话，快速拦了一辆出租。师傅，跟着前面那辆玛莎拉蒂。我的目光紧紧锁定着前面的那辆车，师傅大概很好奇，时不时瞅瞅我。欲言又止，可看见我面如死灰的脸色，也不敢多问，只管开着车。很快，白桦的车在一家高档茶叶店停了下来，师傅把车悄悄停好。我捏紧了手心，静静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只有李轩和白桦下来了，李悔还在车上。白桦带着李轩进了这家茶叶店，没一会儿就拎着一堆的礼盒出来了。李轩满面春风地跟在后头，看着白桦把这些礼品放进车子后备箱。临上车，他时拉了拉白桦的衣角，仿佛很不好意思。我听不清他说了什么，只看见白桦充满安抚意味地回应着，面容柔和，没有一丝不耐烦。在车里，我笑了起来。我颤抖着手，努力拿起手机拍下了这一幕幕。很快，他们的车子又发动了。这次的目的地是一家游乐园，天色已经昏暗，大片大片的暗黄色云芝也即将被黑夜吞噬。他们带着李悔下了车，来到了乐园门口。很快，这看着和谐美好的一家3口就说说笑笑地进去了。我付了钱下车，戴上口罩，买好门票，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们。白桦似乎很关心李悔，每到一个游戏项目面前都蹲下身，温柔地问他想不想玩。李轩总是站在他的身后，冷冷地盯着李悔。李悔只看了他一眼，瞬间收回目光，再不声不响地朝白桦点点头。白桦笑了笑，大手摸了摸李悔的小脑袋，站起身。李轩的表情已经变成了温柔好妈妈的样子。于是我跟着他们一起玩了那些游戏项目。我不知道低着头玩游戏的李悔究竟开不开心，但我想李轩和白桦应该是非常开心的。旋转木马上，李轩坐在白桦身旁，无比快活地笑着，撒着娇让白桦帮他拍照，仿佛一个幼稚的需要大人关爱的孩子。白桦没有拒绝，微微笑着举起手机，咔嚓2下。而李悔坐在他们身后的一个小马上，听着前面家长的欢声笑语，静静随着游戏起起伏伏。在玩海盗船前，李悔似乎看着有些害怕，他的2只小手紧紧相握着，抿了抿唇。白桦看见了，便不想勉强孩子，谁知李轩不管不顾地抓着白桦的手去排队了。白桦满脸无奈，却还是乖乖地跟着李轩去了，告诉李悔在这里不要乱跑，等他们回来。我心寒得有些发冷。白桦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这么会迁就别人的人吗？白桦在给李轩拍照记录，我在给他们的美好时光记录，记录的多了，心也死了。从海盗船下来后，我扶着墙，双眼有些模糊，几乎要看不见路。我掏出墨镜，给自己戴上，可那份苦涩的泪水还是顺着眼角流进了口罩里，身心皆苦。很快，他们带着李悔去吃晚饭了。我趁2人不注意，背对他们坐到了他们身后的一桌，再用手机偷偷录像。
一开始，李轩开心地谈论着接下来要去玩哪些项目，白桦微笑着应和，同时细心地给李悔切好盘中的牛排。李轩暗暗撇了撇嘴。没一会儿，趁着李悔去厕所的功夫，他突然小心翼翼问道：“白桦，小轩过得怎么样？”白桦的笑容渐渐消失，他警告似的看了对方一眼。李轩讪讪地笑了笑，嘟囔道：“我只是想知道我的儿子过得怎么样嘛。再说了，你看季连连的儿子在我这里过得多好。你知道的，当初虽然医院弄错了我们的孩子，但我可一直把小悔当成亲儿子的。这一刻，我已经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了，就连录像的手都撑不住，无力地倒在了桌上。我的脑中一片空白，几乎要喘不过气。白齐轩不是我的孩子，李悔才是我的儿子，我精心呵护了8年情敌的儿子，而我的儿子却被李轩暗暗折磨成这样。没有一个母亲能够接受这个现实。白桦也沉默了一会，声音逐渐变冷：“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你只要记住，白齐轩是我和连连的孩子，小悔才是你的孩子。此刻这里于我来说，再不是人间乐园，而是一座火焰地狱。而死去的心脏也在烈火中迸发出了最强烈的恨意。”我失魂落魄地来到洗手间，正巧小悔出来了。他看见我，先是一愣，接着犹犹豫豫地问我：“季阿姨？”我的眼泪几乎立刻要控制不住地流下来。我忙乱地点头，忍不住伸出手想摸一摸小悔的头，小悔却反射性地往后躲了一步。我愣在了原地，心中有些后悔。自己现在看起来一定像个怪阿姨，难怪小悔害怕我。小悔，你喜欢现在的妈妈吗？小悔低下了头，没有说话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继续问道：“小悔，是不是你妈妈对你不好？”小悔小心地看了我一眼，含糊不清地摇头否认。我握紧了拳头，说李轩对她好。我死也不相信，时间很赶，为了不让李轩他们起疑，我最后还是拉下口罩，对小悔尽量露出一个温柔的微笑。小悔，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爱你的妈妈，你会喜欢吗？小悔几乎是立刻抬头看着我，咬着唇怯怯地点了点头。她声音很小，带着失落：“我长大后想做警察，妈妈不让。”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眼泪，咬紧了牙，心里对李轩的痛恨达到了巅峰，狠心转过身：“不要把阿姨见过你的事情告诉你妈妈，好吗？”身后传来轻轻的声音：“我不会告诉妈妈的。”走出饭店，我几乎是浑浑噩噩地出了游乐园，人很多，我打了很久的车才回到小学门口，开着自己的车回家了。几乎是筋疲力尽，打开门的一瞬间，白桦已经在家了，比我先到。他微微惊讶地问我：“老婆，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”白齐轩在一旁玩我之前给他买的限量版乐高，看见我回来了，从鼻子里发出一声不屑的哼。对于白齐轩，我现在感情复杂。白桦皱着眉瞪了他一眼，打开了桌上的一盒小蛋糕，朝着我无奈地笑笑：“看，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那家的蛋糕，不过晚上还是要少吃一点甜的。你呀，最控制不住你的嘴了。”听着他亲昵的语气，如果不是白天看见的一幕幕，我肯定会感动得立刻扑进他的怀里。可现在，我的内心只有冷笑，但面上我依然若无其事，装作感动的样子：“老公，你对我太好了。”接着，我犹犹豫豫地向他抱怨道：“其实我今天回来晚是因为去我一个朋友家了，她的老公出轨了，还在外面和别人有了私生子。我这个朋友几乎要想不开，我们就是过去劝他的。”白桦的脸色随着我的话变得有一丝僵硬：“是吗？
这种不负责任的男人真是哪儿都有。他看似平静地说出了这句话，我呵呵一笑，意味深长。是啊，这种男人真是哪儿都有。不过，老公，你肯定不是这种人，对吧？他连忙点了点头，表情诚恳。我却被恶心得想吐。第二天，白桦去公司处理事情了。在送白齐轩上学的路上，我忍不住开口问他：“小轩，妈妈和李悔的妈妈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”我本以为，即便那天我打了他，但好歹我们之间有8年的感情，我精心呵护了他8年，小轩必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。可惜事实证明，傣族出不了好笋。李悔的妈妈，我才不喜欢你呢！要是李悔的妈妈是我的妈妈，我都要高兴死了。这一瞬间的心寒，不亚于在我的心上捅了一刀。基于8年的感情，我愿意给白齐轩这孩子最后一次机会。我耐着最后的性子问白齐轩：“可是你从会走路到会跑会跳，都是妈妈陪着你啊。你生病的时候，是妈妈一直守着你。你喜欢什么，妈妈就给你买什么。李悔妈妈什么都没给你做过，你就那么喜欢她。”谁知白齐轩不愧是李轩的孩子，狼心狗肺得到了深深的遗传。他奇怪地看着我，反问我道：“你是我妈，这不都是你该做的吗？而且你还在别人面前打我，等你老了，我也这么对你。”瞬间我握紧了方向盘。白齐轩，这个我阴差阳错养了8年的孩子，亲自斩断了我对他的最后一丝感情。送走白齐轩后，我立刻联系了爸妈那边最得力的律师沈烨，约好时间后，我们在一家咖啡馆见面。我把拍到的视频以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。沈烨一开始非常的吃惊，在他眼里，应该说在外人眼里，我和白桦几乎是一对模范夫妻。他们都觉得白桦非常的爱我。平复好心情后，他叹了口气：“那么季小姐，您想怎么做？”我咬紧了牙，面色狰狞：“还用说吗？这对狗男女，我死都不会让他们好过。”沈烨能猜出来我想干什么，沉默了一会儿，面色有些不忍：“季小姐，您想做的事情，我可以告诉您，很难，几乎不可能完成。虽然您自己认定是李轩偷换了你们的孩子，但根据视频里的，如果他一口咬死是医院弄错了你们的孩子，时隔8年，如果找不到证据，我们是奈何不了他的，最多医院背这个锅。再说您丈夫啊，白先生，白桦，其实重婚罪并不好认定，而且您可能忘了，父母双方任何一方有过犯罪记录的话，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。我的血液瞬间倒流，仿佛被3月寒冰笼罩。我想起了那天小悔怯怯却坚定的声音：“我长大后想当警察。”捂住眼，再也忍不住，我嚎啕大哭。不知道是我命苦，还是小悔命苦，遇到白桦和李轩这对烂人。但我绝不会因此放弃对他们的惩罚。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不是吗？即便想找到8年前的证据难如登天，可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都要紧紧抓住。我拜托沈烨暂时把这件事情保密，不要告诉我爸妈，同时安排人暗中调查和寻找医院8年前的证人或证据。我一定要让李轩这个狠毒的女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而对于白桦，我心中则有了另一番计划。既然一条路不行，那么就换一条。白桦这辈子最大的心血，大概就是他一手创办的公司了。但无论怎样，不能因为我和白桦的是非恩怨去破坏整个公司，破坏几百上千个家庭的饭碗。所以最简单粗暴的办法，就是让公司易主，让白桦滚蛋。这是不容易，可也不是毫无办法。这天白齐轩和小悔的班级要开家长会，白桦是一如既往没有空参加。
我依旧表演着好妈妈的角色，尽职尽责地去参加。不出意外，我又碰见了李轩，他最近似乎春风满面，连眉梢间都透着愉悦和得意。看见我，他挑了挑眉，假惺惺地笑道：“嗨呀，季小姐，你也来开家长会呀？小轩的家长会怎么不是白桦来参加呀？”我若无其事地抬眼，朝他一笑：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白桦忙得很，没空来。还有，李小姐，你应该喊我白太太。”李轩的脸色一下子有些不好看，很快又恢复了过来，面带笑容：“哎呦，白太太，生活呢，都是充满戏剧性的。现在是赢家，可不代表一辈子都是赢家。”说完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他得意地哼着歌，转身朝前走。看来你爸爸出狱让你很开心呢。我大步朝前走，经过他时轻飘飘地甩出这句话，不再管身后李轩的神色有多愤恨。我面无表情地来到白齐轩的教室，白齐轩正和他的同学们炫耀着自己的限量版玩具，看见我来也没什么反应。小悔也在这里，乖乖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看见我眼睛亮了亮，似乎想和我打招呼，可又看见我身后脸色不好看的李轩，他立刻垂下头，动也不敢动，暗暗捏紧了拳头。我心疼得几乎在滴血。小悔，妈妈一定会让你回到我身边。开完会带着白齐轩回家，白桦还没回来，打开手机，发现他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：“老婆，今晚公司里有事情要处理，我晚一些回来。”冷漠地扫了一眼，我已经不想去管这份短信内容的真实性。这时沈烨那边也给我发来了消息：“季小姐，我们找到了看见李轩当年偷换孩子的证人。”我的心中一凛，立刻跟保姆打了个招呼，然后急匆匆出门去沈烨那里。此刻我的心中一片明朗和激动，我知道离接回小悔的日子不远了，离这对烂人付出代价的日子也不远了。带着从沈烨那里得到的消息，平复好心情，我冷静地开车回了家。回去的路上，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着沈烨的话：“季小姐，我们不断问医院的人，这才发现当年有个护士好像看见了李轩偷换孩子的过程。当时他正巧从新生儿监护室外经过，看见李轩在里面抱着2个孩子哄，因为这地方是外人免进的，他就想进去喝止。李轩看见他来，放下孩子笑了笑就出去了。他看李轩穿着产妇的衣服，就觉得大概是刚生了孩子的产妇来抱抱孩子，也没多心，就离开了。只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他还是跟监控室说了一声。我皱着眉头问道：“可这只是一面之词，没有切实的证据呀？”沈烨微微笑了笑，显得从容不迫：“季小姐，您觉得李轩为什么敢大白天在监控底下大摇大摆地进去换孩子？他不怕被拍到吗？”我一惊，心中立刻有了猜测。他收买了监控室的人。沈烨肯定地点了点头。我瘫软在了沙发上，这可怎么办？如果收买了监控室的人，那份监控肯定早就被删掉了。沈烨却笑了笑，耐人寻味：“不，季小姐，正是因为李轩收买了监控室的人，才让我们现在有了可乘之机。”我疑惑地看着他，心跳都加速了。只要能找到证据，把李轩送进去，那么我所有的计划都能行得通了。我们查到了当年那个被收买的人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人总是贪婪的。他并没有删掉那份监控，而是拿着那份监控，每年都在勒索李轩。现在被我们的人抓到了，也拿到了那份监控，我几乎要笑出声。李轩，这能说是你的因果报应吗？果然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只是不知道白桦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件事，又在这件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。
从李轩的孩子和我的孩子能够正好调换，就能看出来，白桦出轨李轩的时间就在我们结婚后第2年，然后李轩差不多时间和我一起怀了孕，这才能调换他和我的孩子。白桦可真是让我恶心。等我回到家后，却发现屋子里漆黑一片，我有些疑惑。黑暗中喊了一声保姆阿姨，没人回应，于是我摸索着打开了灯，映入眼帘的是笑得温柔的白桦和地上满满地铺成了心形的玫瑰花。看见我回来，她上前想抱住我，我后退了一步，躲开了她。白桦微微惊讶地看着我，轻轻告诉我，今天是我们的结婚10周年纪念日。我冷笑一声，一脚踢开了地上的玫瑰花。白桦愣在原地，不知所措，拉开椅子，我从容地坐了上去，朝白桦笑笑。白桦，关于白齐轩和李悔，关于你和李轩，我们来谈谈吧。白桦的脸瞬间失了血色，半晌，他缓缓走到我身前，突然跪了下来，仰着头看着我。他面色似乎很平静，可眼神却在轻轻颤抖。你都知道了。我面无表情地点点头，一时间屋子里只剩沉默。我等着他开口，等着他所谓的坦白。果然没多久，跪着的人语气艰涩地恳求我：连连，不管你知道了什么，能先听我讲完吗？我忍住要给他一耳光的冲动，耐着性子回了句说。白桦神色灰败，开始告诉我一切的发生。我和李轩是青梅竹马，两家大人以前也曾经是邻居。少年的时候很单纯，总觉得和他玩了这么久，我一定是喜欢他的，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在一起了。在一起的日子很平淡，我也觉得没什么。直到后来，我毕业后创业有了起色，而李轩的父亲却因为一些事情入了狱，家里走了下坡路。我爸妈就看不上他们家了，强行的要我们分开，还介绍你和我相亲。他自嘲的朝我笑笑，眼中却带着泪水。我没说话，心里也没有任何波动。于是他自顾自地继续讲了下去。少年人总是觉得自己的爱情感天动地的，特别是被人棒打鸳鸯时，就更觉得自己的爱情是轰轰烈烈的。可现实往往会给你响亮的一巴掌。我自以为是地继续守护着李轩，对你嗤之以鼻。可时间长了，我就越来越迷茫不安了。我越来越在意你，几乎要骗不了自己的心。而李轩越来越没有安全感，每天要黏在我身边，每天都要查一遍我的手机，查我的通话记录，一有什么不顺心的就和我大吵大闹，怪我没有好好照顾他，不体谅他。可谁来体谅我呢？我感觉自己好像背了一块沉重的大石头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而你是唯一能让我喘气休息的地方。他眷恋地伸出手，想摸摸我的面庞，却被我嫌恶地躲开，眼神暗淡了下去，继续喃喃自语。后来我终于忍不住，和李轩提了分手，和你提了结婚。一开始大概是良心上过不去，我总觉得自己抛弃了李轩，是个罪人，不配爱你，所以我对你很冷淡，也觉得自己不会对你投入太多的感情。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一件让我后悔终生的事。白桦的面色逐渐痛苦，连声音都颤抖起来。李轩不知道怎么找到了我，在一个晚上对我下了药，一晚上的荒唐。第2天醒来后，看见身边的李轩，我几乎要崩溃。那一瞬间的慌乱和绝望，让我瞬间确定了，原来我一直都爱着你。我像个懦夫一样的逃跑了，我不敢告诉你，李轩也没有再找我。我就想着这件事过去了，不告诉你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幸福。后来你告诉我你怀孕了，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开心和激动。他的目光中透着怀念与感激，却在转瞬又灰暗下去。
可谁知道李轩也怀孕了，就那一晚，她就怀了。我忍不住出口质疑，白桦愧疚地点了点头，咬着牙憋出了几句话。真的只有那一晚，我也没想到她就怀孕了。而且直到白齐轩出生，我才知道有这个孩子的存在。我提出每年给他一大笔钱，让他不要再来打扰我们，他笑着同意了。但是我没想到，他打了另一个主意。白桦痛苦地捂住脸，指缝间似乎有泪水划过。我知道他要说什么，咬紧了牙，告诉自己要冷静。他偷偷换了我们的孩子。我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件事，是1年前白齐轩上小学之后，我发现他的长相越来越像李轩，心生怀疑，就找到了他。一问之下，李轩果然就承认了。他说他太恨我们了，这是对我们的报复。我没有任何办法，我不敢把这件事告诉你，这会毁了我们现在的家，所以我只能尽全力的去弥补小毁那孩子。每周我都会抽时间偷偷带着他出去玩。一听这话，我立刻嗤笑了一声，把拍到的视频对在他面前，嘲讽道：“得了吧，别再说这种冠冕堂皇的话了。弥补小毁，我看你是弥补李轩那个女人吧，说得好听。可我问你，明明小毁恐高，不想去玩那个海盗船，你还抛下他去和李轩那个女人快快乐乐地玩海盗船，你有心吗？你哪来的脸说弥补小毁的？小毁有你这样的亲生父亲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”白桦呆住了，完全没想到他和李轩的一切会被我撞见，并且拍了下来。他的脸色煞白，慌乱地向我解释：“不是的，连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。我对李轩有求必应，是因为他一直照顾着小毁，我害怕他对小毁不好，所以什么事情都只能由着他。还有就是因为他的爸爸要出狱了，在进去前，伯父曾经跪下来求过我，要我好好照顾他。我食言了，心里愧疚，才只能想办法对他好。我再也忍不住，愤怒地给了对方响亮的一巴掌。你食言了，你心里愧疚，凭什么用我的人生和小毁的人生偿还？对他愧疚，对我跟小毁就没有愧疚了。我们就活该被人骗，被人欺负。他颓败地歪着头，再也说不出话，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地板上。谁知这时一道孩子的声音惊醒了我们：“爸爸妈妈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不是妈妈亲生的小孩，是白齐轩。”我垂下眼，直接回了一声“嗯”。白桦却站起身，急忙跑过去安慰他：“不是的，你听错了，小轩，你当然是爸爸妈妈亲生的小孩。”说着扭过头求救般地看着我，估计是不想伤害孩子。连，小轩是我们亲生的孩子，对吧？我呵了一声，冷血无情地直接告诉白齐轩：“对，没错，我不是你亲妈，你亲妈是李轩那个恶毒女人。你满意了吧？”白桦呆呆地看着我，不敢相信我说了什么。老婆，我们可以把小毁带回来，我犯的错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但是我求你不要离开我。而且小轩毕竟跟我们生活8年了，感情更深的，让他也留下吧。他嗫嚅着开口，我讽刺的一笑，恨恨盯着他：“是你和李轩儿子的感情更深，不是我，我只爱我儿子。还有，你在搞笑吗？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还会跟你一起生活？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你这样的人，多跟你在一起呼吸1秒，我都感觉空气是脏的。”白桦张着嘴想说什么，却无话可说。此刻他再也看不出从前文质彬彬的风度，眼眶通红，浑身狼狈。可白齐轩不愧是李轩的儿子，开始大吵大闹起来。原来我的妈妈是李阿姨，你太坏了，我才不要你这个坏妈妈！我要带着爸爸去找李阿姨，当下不再理会这令人恶心的父子俩。
我决然地离开了这栋别墅。10周年纪念日可真是满屋狼藉。第二天，我就拜托沈烨起诉李轩，并把一切都告诉了我的父母。爸妈都老了，老泪纵横，直言自己当初看走了眼。我和他们一起哭得不能自已，并计划着接回小毁。现在有了证据，李轩几乎没什么好辩驳的。开庭的那天，白桦也来了，他失魂落魄地看着我，没有为李轩辩护一个字。李轩对着他破口大骂，面目狰狞，直言他毁了自己的一生。白桦也只是扯起嘴角，机械地笑了笑。李轩刚出狱的父亲又要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进去，一口气撑不住，晕了过去。他的母亲满头白发，佝偻着腰的一个老人家，更是直接给我跪下来，求求您了，季小姐，我只有他这一个孩子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放过他吧。我把他的母亲扶起，轻轻地在他耳边说道：伯母，我也只有小毁这一个孩子，他当时为什么不大人有大量，放过小毁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呢？李轩的母亲僵住，再也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双眼含着泪，嘴里念叨着作孽呀。而那个删监控的从犯也一并被判了罪，2个人没个10年8年的，肯定是出不来的。但即使他们蹲再久，就能补偿我这被蒙骗的10年，小毁被调换人生的10年吗？出了庭，我顺顺利利地接回了小毁，对于我才是他的亲生母亲。小毁接受的意外的快，大概是母子连心的缘故。看见我回来，他眼睛亮晶晶的，小声喊了我一声妈妈。我心里一颤，忍不住落下泪来，抱紧了他。哎，妈妈的宝贝，李毁这个名字必然要改了，只是要先处理了白桦。我冷酷地想到，因为李轩换孩子这件事情实在太骇人听闻，所以很快李轩和白桦的事情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。而这件事给白桦的公司带来了不少的负面新闻，对公司的股价和声誉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。一时间公司里怨声载道，利用这个影响，再加上爸妈的帮助和我本身就持有的股份，我召开了股东大会。大会上，我明确提出请白桦辞掉 CEO 一职，几乎没有人反对，甚至那些老奸巨猾的股东们，不用我说，都已经在想方设法地稀释白桦的股权了。没多久，白桦被他一手创办的公司踢了出去，我也正式和他提了离婚。他最后约我出来见了一面，我漫不经心地喝着咖啡，他递给我一份文件，我瞅了一眼，是股权赠与说明。我毫不客气地收下，有了他的股份，我将是公司最大的股东。连连，这是我最后能补偿你的东西了。他瘦了很多，看着有些行销鼓励。我嗯了一声，也递出了一份文件，是离婚协议。他净身出户，独自抚养白奇轩，没什么犹豫的，白桦就签了字，拿到了想要的东西。我再不想看见他一眼，转身就要走，身后传来嘶哑痛苦的声音：连连，我们真的没可能了吗？我冷漠地吐出几个字，这辈子都没可能了。转身出了门店，我慢悠悠开车回家。小毁正由爸妈陪着玩我给他买的玩具，看见我回来，他高兴地咧着嘴朝我笑。我使劲把他抱了起来，笑眯眯地告诉他：宝贝，妈妈带你去改名，以后你就不叫李毁了，你叫季时燕，希望我们的小燕长大后做一个正直的警察。小燕开心地点着头，爸妈也笑了起来。好名字，我想无论以后我会不会遇到第2个春天，可小燕永远都会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女子本柔，为母则刚。番外，白桦距离和连连离婚已经是第3年了，我独自一人抚养着白奇轩，没有人理解，也没有人帮忙，就连我的父母
对我也只有指责，说他们早就觉得李轩那个女人不是个好东西。结果果然不出所料，他们好像忘记了我年少时，他们笑眯眯地跟李轩说：“以后你来做我们小华的媳妇吧。”这才是孽缘的开始。说实话，我很早就发现我不喜欢李轩。和他谈恋爱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羡慕我们，可其实我的内心无动于衷，我并不感觉到很幸福，只觉得日子平淡无奇。直到遇见连连，他大概不记得了，他第一次见到我不是在相亲的时候，而是在一家饭馆，我和舍友们在吃饭，突然听见一个女孩小心翼翼的声音：“那个朋友，不好意思，我的汤汁溅到你身上了。”我一转过身，看见一个女孩红彤彤的、欲哭无泪的脸颊。我笑着说：“没关系。”她却固执地拿着纸巾使劲在我身上乱擦。我一下子站起身出了门，不敢看身后她小鹿般迷茫惊讶的双眼，因为我的脸上热了。我记住了她，她却忘记了我。我们的缘分也是这样，我爱上了她，她却不爱我了。说实话，白齐轩并不好带，他很大程度遗传了李轩的一些毛病，易怒易躁，甚至之前的生活让他很看不起其他的小朋友。我现在不能给他好的生活，他就整天哭闹，甚至还在玩闹时抢其他小朋友的玩具。我不由得想起小悔，不，现在是小燕了，那个安安静静、坚强乐观的孩子。和他的母亲一样，我这辈子都愧对他们母子二人。可该来的总会来。一次带着白齐轩买玩具，我看见了连连和小燕，他们身边还有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。他让小燕骑在他的脖子上，时不时逗得小燕哈哈大笑。小燕再也看不出从前内向的样子了，连连也笑着看着他们。有时恼了就嗔怪地瞪一眼对方。他们走的时候，那个男人一手拉着小燕，一手牵着连连。夕阳西下，一家三口的影子都那么和谐美好。我笑着笑着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也好，这样也好。连连，我希望你幸福，我最爱的人，我一辈子都希望你能幸福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